大家出去的时候一起去，他却说我不适合参加他们那种活动。他们觉得网红不能参加，他觉得我认识那些人对我的工作会有疑虑，这个职业是有这么大的负面的影响。网红我要怎么教小孩？说什么你爸是拍那种片的人的时候怎么办？我觉得不是以道德来分辨是非。看订阅不用钱哦。大家好，我是企鹅。大家好，我是 Hero。之前聊的网红是关于这个职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聊得太深入，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聊网红这个工作对于自己实际本身的影响会怎么样。然后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有请 Hero 呢？是因为我觉得请他非常的适合，毕竟他身为网红又有小孩。所以我觉得请你再适合不过，没有再更适合的人了。那首当其冲，我们第一个问题想问你对于网红的想法是怎么样？就是你是第三人称的话，你是观众的话，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就觉得网红就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大家都有生理需求，选择要做这份工作，也是觉得其实大家都几乎每天都会骗子啊什么的。那既然有这一块的工作可以做，然后我觉得我又适合，就像 AV 女优，你也不会觉得她怎么样？因为她就也只是一份工作。那想请问一下 Hero 爸爸，你当初怎么会想做网红啊？就那时候老婆过世了，然后金钱上，就是我的房贷啊，跟小孩的教育费上面，就出现一个很大的入不敷出，大概3-4万。因为我老婆收入不少，然后少掉了那笔钱之后，其实还蛮重，因为我自己的薪水已经不够支付 cover 这些了。对，那这时候一定要找副业嘛。那时候就有看了一些 Uber 啊，做按摩啊，然后就有在研究。因为 OnlyFans 是最容易上手，因为其实我在1-2年前我就知道那个东西可以赚钱，然后我也有看到 Twitter 上面有人这么使用，那我就想说，试试看啊。那我是不是平常有拍一些片子？你自己本身就喜欢有这个喜好。对啊，我就有喜好，就拍一些靠的片子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先放一些上去，是个水温，如果赚个1-2万不错。然后结果好像还不错。假设今天你的对象他是网红，那你能接受吗？基本上我是可以接受，真的可以接受。如果用嘴巴讲，网红只能说一定能接受啊。你自己本身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对，我的另外一半是网红，我遇到的是我是网红，那我的另外一半不知道能不能接受这件事。因为今天我看到 Hero 有发一篇文，他就说他总觉得对方因为他是网红而却步，然后给你借口说因为你是网红，所以我没办法跟你继续下去。网红可能会一直跟别人打炮，那可能就是私生活比较乱一点，可能大家会这样觉得啦。那你自己觉得本身有很乱吗？可是我首先不讲网红，不管这个职业怎么样，只要是人，就是可能对于性欲望比较强的人都会约，甚至可能比网红更乱，这是大家没有去想过的这个问题。这样讲理论是没错的吧？那如果假设你今天男友现在对象说，如果你现在是网红，我接受，但是我跟你在一起，你不能继续做，你会选择不做吗？没办法，因为这已经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你的生活粮食等等。对，因为我到这个年纪，我面包跟爱情我会选择面包，只能选面包，毕竟我背的事情不少。聊这些事情，我有想到，我刚刚就分析出来说，大家会觉得网红就等于比较乱，但是说不定你们对象或是你喜欢的人，他不是网红，他可能更乱。但是我没有说大家都这样哦，只是分析出来。所以我今天有在跟 Hero 聊天，我就说，那跟对方在交往或是在谈感情的时候，你有直接先坦白说你是网红吗？如果是现在的，从我开始做之后认识的人，都会马上一定都是对我一定都会跟对方讲，这感觉像出柜一样。就假设你今天跟一个对象交往可能很久了，然后等到他如果真的想跟你在一起，很爱你，这时候再说你是做网红的话，那我比较习惯一开始先讲，他先可以先预设我会发生的事情，看他能不能接受。这感觉好像就好像在聊出柜，我还是会觉得就是要先讲会比较好一点。对，因为你如果讲完，然后你已经投入了很多的感情下去，然后结果他因为你那个身份而不能接受的时候，那前面的那一段其实就等于是时间跟精力都浪费。不过先讲我们聊网红这件事情，已经是很超乎道德魔人会聊的事情，所以就不管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聊这些什么道德的事情。大家出去的时候一起去，他却说我不适合参加他们那种活动。是什么活动啊？比如说就是一般同志圈的出游，他们觉得网红不能参加，他觉得我认识那些人对我的工作会有疑虑，然后也不会想要更进一步。这个职业是有这么大的负面的影响吗？
我觉得你自己个人本身很肯定你网黄这个职业的话，那你就不用去管这些。如果他们拒绝你，那就是缘分不到。就像我一样好了，有些人可能会听到企鹅的坏话，说那我不要跟企鹅做朋友，那我想去认识他，要理不理，那就算了，缘分没到就算了。对，是一样意思。所以我觉得不干网黄的事情。对啊，然后他还说我是不是从网黄圈里面挑人就好？我觉得这个讲法那就是那个人本身就有问题吧。反正你到时候会认识还是会认识，走过来这么久，我蛮相信缘分这件事，因为他拒绝你也是他缘分跟你缘分还没到。首先你做什么工作，你只要肯定自己自我的价值就好了。然后我觉得感情这件事情，你大可以公开直接说，就直接说哦我就是，先表明，因为他可能还要时间接受，就像我们是同性恋一样，我们要时间让人家接受，他可能一时之间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早讲跟晚讲也是自己的个人选择。像是当兵好了，我自己本身我是死不出柜的，到退伍前我才出柜。像 James 他是马上就出柜，然后可他还是很受人欢迎，这是他的选择。所以你可以去慢慢试探接受网红的程度怎么样，就是也是概念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点是看个人的评估怎么样。如果他真的觉得你是网红不好的话，那就算了。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关于那些正义魔人讲你是网红不好，以及说你儿子怎么样。上次有一次说你如果被小孩发现了之后，那会毁他三观啊什么之类的，我是觉得奇怪，因为小孩是我自己在教，我觉得他只要品格有养好，比如说难道要告诉他说同性恋是不对的吗？我觉得他这样很奇怪，就是跟我讲的人他自己也是同志，但他却讲出这种网黄我要怎么教小孩，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事情。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啊，但是我怕网友会不知道。没有，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不管是同志或者是做网黄，其实它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因为那就是一个身份跟一种工作，我们又不偷不抢，我们也没有犯法，他就觉得这种行为对小孩不好。然后就在那边洗说什么，如果在路上被指指点点啊，还是说什么你爸是拍那种片的人时候怎么办？这故事就让我想到那个类似华灯初上的剧情，你有看吗？哦，有，就是那个罗斯妈妈她的小孩，对小孩那个也演得很好，因为小孩自己觉得妈妈没怎么样，赚钱回来养他照顾他，我觉得我小孩我会把他教育成那个样子，让他知道我是辛苦在赚钱，然后你吃的穿的都是靠钱赚过来得到的，那你有什么好抱怨？他现在那个年纪，他其实已经可以分辨是非。我觉得不是以道德来分辨是非，有时候道德就是被框在那边。对，因为其实是非这种事情，我觉得就是我们基本要教的就是不要做到违法就好了。对，然后不要去伤害他人，因为你如果说道德这件事情，它毕竟是永远都卡在那个时代的观念，对，因为它是几百年前定下来的一个标准，对，那现在已经社会都进步那么久，就是讲道德不能框架在教育小孩这件事情，这是蛮正确的，就是你不能拿道德来洗脑小孩这件事，能做还是不能做？毕竟我们都也是在同一个教育底下长大的，而且是我们自己选择，爸妈会不会说你要当网黄哦？不会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这集聊得蛮好的好，以上这集就是我跟 Hero 今天的聊天跟个人看法，所以不适用于每个人哦。万一等下道德魔人又说又在传播什么奇怪的观念。总之一句，你不要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不要去伤害他人，觉得自己是对的就继续可以坚持做下去，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去改变你的初衷，因为我觉得他不喜欢你这样做只是他的借口而已，即便你不是那样子，他可能也会以别的方式去拒绝你。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然后喜欢的影片就帮喜欢，然后帮我放出去给你看，然后这边左上角呢有 Hero 的，你要帮 Twitter 来一句 Twitter 可以去订阅他哦。